我出国做医疗援助期间，儿子被妻子送给他初恋儿子当拳击手陪练。儿子在拳击馆饱受霸凌时，打电话跟妻子求救，妻子却满脸不耐烦地挂断：“让你陪小凯练练拳，你的戏怎么就那么多？和你爹一样没用的孬种，要死赶紧去死！”后来我在拳击馆的冰柜里找到了儿子的尸体，妻子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我远在非洲大陆，却在短视频软件上看到儿子的视频时，大脑几乎一片空白。视频里，我13岁的儿子小南跪在地上，整张脸肿得几乎已经看不出模样，眼角撕裂，嘴角、脖子、衣服上全是血。他面前的人用拳套抬起他的脸，嚣张地咆哮着：“孬种，真他妈废物，一点都不经打！”哈哈哈哈！他还以为放假了，不去学校就能逃开，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围着儿子的几个人一刻不停地拳打脚踢，儿子单弱的身子被他们踹得东倒西歪，最后只能绝望地蜷缩在地上，眼泪从已经睁不开的眼睛里不停地滑落。我的心被这个视频揪扯得仿佛要撕裂，视频里的一幕幕都像刀子一样狠狠扎进我的心底。可我还是抱着一丝期望，自欺欺人地否定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把电话打给了最近一段时间与我感情不睦的妻子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，我没等妻子说话，就急慌慌地问道：“齐越，小南呢？”电话那头的妻子一愣，好半天才开口，却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“怎么了？你那边工作不是很忙吗？家里没什么事？”我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恐惧和焦急，失控地狂吼着：“我问你，小南在哪？我儿子呢？你现在立刻让他接电话！”妻子似乎被我吓到了，磕磕绊绊嗫嚅着：“我……”原本心里还存着的最后一丝希望，被妻子的态度彻底浇灭了。我红着眼睛，颤声下了结论：“你把儿子送到拳击馆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妻子震惊地反问。然而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忙解释：“是他自己说想练练的。我也一直觉得他性格太懦弱了，一点男子汉的模样都没有。我才……你给我闭嘴！”我的心脏因为愤怒狂跳着，声音沙哑不堪：“齐越，如果你还是人，你现在就去拳击馆把儿子接出来。”齐越见事情败露，顿时也懒得遮掩了，破罐子破摔道：“那怎么行？小凯马上就要比赛了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没有陪练的岂不是耽误事？小凯就是妻子初恋的儿子常凯。今年春天，妻子的初恋常帅在学校旁边开了一间拳击馆，专门为了培养他儿子常凯。常帅让拳击馆里的同龄学员给常凯当陪练。前一阵子，常凯刚把一个男孩打得伤重住院，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，可是被常帅用钱压了下来。妻子不止一次跟我说过，想让小南去拳击馆学拳击，都被我严词拒绝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趁着我外出援医，把儿子送进了那个畜生手里。现在儿子被人打得遍体鳞伤，而妻子竟然还在担心那个刽子手的比赛。我心如刀割，强忍着眼泪给妻子下最后通牒：“齐越，你自己上网看看，小南被打的视频已经被传到网上了。我现在就订机票回去，如果我到家还看不到小南，咱们就离婚。”挂断电话，我买了最近一班的飞机飞回国。飞机上，我看着儿子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，眼泪断了线似的流个不停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好想你。”小南当时正在经历什么？
他又是以什么样的心境给我发这条消息的呢？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孩子，如果不是痛苦、害怕到极点，他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而我竟然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有发现他的异常。我绝望地抱住头，小南，你等着爸爸，爸爸这就回来救你。长途飞行了10几个小时，我终于赶回了家。可是当我到家里时，却并没有看到小南的身影。齐越看着我的脸色，表情讪讪的。你别太大惊小怪了，他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了，哼哼唧唧地说身上疼，就是不肯吃苦，太娇气。男孩之间有点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。脑海中小南被打得满口喷血的一幕不停地闪过，我抬起手照着妻子那张脸狠狠一耳光扇了过去。妻子被我这一巴掌掀翻在地，捂着脸狂叫：你怎么能打我？不是你说的这叫磕磕碰碰吗？我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。我死死瞪着他，那个天杀的拳击馆在哪？你现在马上带我去。妻子却开始在地上撒泼。我不去，让人打2下就去找，我可丢不起那个人。况且常帅已经跟我说了，小南和小凯关系处得非常好，他在那锻炼怎么了？我也是为了他好。我看着面前冥顽不灵的妻子，掏出手里调出儿子挨打的视频，抓着他的头死死按在手机屏幕上。你睁开你那双眼睛给我看看，这是锻炼吗？你儿子让人打得满身是血，你还说他跟那个小畜生关系好，你他妈骗谁呢？妻子被我抓着头，尖叫着反驳：就你大惊小怪，老古董，人家年轻人现在都拍段子，身上那都是血浆，就因为玩得好才拍段子发抖音的。常帅都跟我说了，这都是为了给拳击馆拉流量的假视频。我看着面前这个为了维护初恋情人几乎已经听不懂人话的妻子，终于彻底对他放弃了希望。他不去，我也要找去。我转身快步走出门，把失控撒泼的妻子扔在了身后。来到拳击馆的时候，里头正激烈地训练着。拳击台旁的常帅看见我，神情怪异：陆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双手在身侧攥紧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我儿子呢？常帅表情划过一抹慌张，却还在强装镇定。他早就走了呀，没回家吗？拳击台上的常凯也注意到了这边，他停下训练，讥讽地看向我：你到我们这来找什么？我们这没有孬种。周围的几个13、14岁的半大小子都应和着笑起来。在这种时刻，我的头脑竟然出奇的冷静。我看了常帅一眼，然后点点头。齐越跟我说了，我今天是来把小南的脏衣服拿走。常帅顿时松了口气。行啊，都在更衣室里。我冷冷地扫视了他们一圈，然后直接绕过常帅，走向后面的更衣休息室。常帅跟在我身后一起进了更衣室，然后在一个柜子前停了下来。这就是他的更衣柜。我打开更衣柜，却发现面前这个柜子很新，根本不是被人用过的状态。里边放的2件衣服也不是我儿子的衣服。旁边的常帅端详着我的脸色，还在欲盖弥彰地解释着，他确实在我们这练过几天，当初还是齐越求着我让他给小凯做陪练的。他们在学校也是同学，一直处得不错。前2天他说无聊，自己跑出去了，我还以为他回家了。我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二话不说，迅速把更衣室的柜子一个个拉开。常帅脸色顿时一变，紧走几步拦住我：你这是干什么？我都说了你儿子不在我们这，我警告你，我可以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。我猛地转过头，伸手狠狠薅住他的衣领：你去报！
老子今天就算把你这破拳馆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到我儿子。果然，在更衣室最里边的柜子里，我找到了小南的行李和一团沾着血的衣服。衣服上大大的米奇正扬着笑脸看着我。这件衣服是我今年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，他一直很喜欢。我抖着手捡起衣服，啪嗒一声，从衣服里掉落了一个护身符。小南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个护身符是我当年去拜佛，一步一磕头爬到山上求来的。当时儿子很感动，摸着我磕破的额头，眼眶红红的。这么多年，小南从来不会离身。我的眼前被水雾模糊成一片，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正在这时，身后却有人突然拽住了我的胳膊。我转过头，正看到了一脸不高兴的齐越，赶紧跟我回去，还嫌不够丢脸吗？耽误了小凯冲击冠军赛，你能负起责任？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儿子都失踪了，你他妈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妻子满不在乎地撇撇嘴，说不定他自己跑去同学家里玩了。常帅跟我说了，他自己跑出去的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齐越的指甲狠狠地抠在我肉里。旁边的齐帅得意的冷眼旁观着，看来你们全家只有齐越一个人还知道要脸。妻子听完，竟然一叠声的道歉：“对不起啊，常帅，都是我们的错。你好心让小南到这来锻炼，我们还给你添这种麻烦。我这就带他回去，等找到小南，我亲自押着他来给你道歉。”妻子边说边使劲扯着我往外走。我看着脑子被人抠出去的妻子，怒火终于顶了天。你给我滚！我猛地把他推倒在了地上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长长的折叠刀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他妈都别拦着我！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儿子，谁拦着我，我就宰了谁！在场的人都傻了眼。常帅和常凯父子都是色厉内荏的草包，真遇上我这样不要命的，连话都不敢再说。我举着刀，手里握着儿子的护身符，紧紧攥在手里，再度朝拳击馆更深处跑去。常帅只好带着他儿子常凯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然而当我走到厨房门口时，常帅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我心中一动，知道关窍一定就在这里，咬了咬牙，猛地推开他，冲了进去。厨房里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地面干净整洁，案板上放着青菜。常帅在我身后嘲讽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没在我这，你别跟疯子似的无理取闹了。”妻子也跟着在一旁帮腔：“你发疯也要有个度吧，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让我以后还怎么面对常帅和小凯？”然而周围人的说话声在我耳边却变成了嗡鸣。我没有回话，仿佛冥冥中有什么指引。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猛地冲到了厨房的角落里，一把掀开了那个巨大的冰柜。惨白的、瘦弱的、遍体鳞伤的儿子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冰柜里。啊！我发出一声不似人的惨叫。我疼了13年的儿子，从小身体瘦弱，被我保护了整整13的儿子，此刻浑身没有一块好皮肉，就这么连一件蔽体的衣服都没有，被扔在这个已经结了霜的冰柜里。他的眼睛一只根本睁不开了，另一只却被打得向外凸着，眼底一片血红。小南从小就被阿姨奶奶们夸奖，是小区里最漂亮的小孩，尤其是他那张小嘴，总是甜甜的笑着，一笑就露出2个可爱的小虎牙。可是现在他的牙齿全都被打掉了，嘴巴吓人的歪斜着，甚至无法合上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握住儿子青紫僵硬的手，那双手的指甲全都不翼而飞。我的眼泪大滴大滴的掉落，
几乎不敢想儿子在走之前遭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齐越边走还边说：“快走吧，别在这耽误人。”然而，当他看到冰柜里儿子的尸体那一刻，话音戛然而止，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难以置信地摇着头，不停后退着。不会的，这里面不是小南，小南不是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吗？常帅明明说他自己跑出去了，这不可能，这是恶作剧，这是假的。我一颗心撕扯成八瓣儿，目眦欲裂地拿起了旁边剁骨头的大砍刀，转身看向了围在门边面色苍白的常帅。我的眼泪不停地流着，可握着刀的手却没有一丝颤抖。滔天的恨意让我整个人都处在应激状态。我拎着刀一步步朝门口走去。我杀了你们，我要把你们的脑袋全都剁下来，给我儿子报仇。常帅和常凯虽然是练拳击的，可是我现在已经疯狂了。他们恐惧地在拳击馆里四处躲藏，最后躲进了一个更衣室里。我站在更衣室外，用砍刀一下下劈着门，直劈的虎口都震裂了。巨大的咆哮声回荡在整个拳击馆里，让所有人都闻之丧胆。有人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来了。小南的尸体在拳击馆的冰柜里，常帅父子脱不了干系，当场被警察逮捕带走了。其中一个出警的老警察了解了现场的情况后，夺过了我手里的刀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咱们就当没看到，兄弟，赶紧去给孩子料理后事吧。”直到此刻，失去小南的痛苦才真正席卷了我整颗心。我行尸走肉般回到了厨房，正在工作的法医们看见我，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动作。我缓步走过去，用力把守在冰柜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妻子一把推开：“滚！你不配待在这里，你给我滚！”妻子缩在角落里不停地抽噎，可我此刻已经看不见她。我走过去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儿子抱出了冰柜。我把儿子揽在怀里，手在儿子扭曲变形的脸上一下下轻轻摩挲着。“小南，爸爸来了，爸爸给小南吹吹。小南别怕，爸爸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了。爸带你回家，儿子，咱回家。”旁边两个刚工作的新警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见多识广的老法医红着眼眶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把孩子给我们吧，相信我们，相信法律。”我抬头看了老法医一眼，额头最后一次在儿子冰凉的小脸上贴了贴，终于万分不舍地把儿子放在了裹尸袋里。然后我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地给老法医磕了个头。我的小南他很怕疼，以前打点滴都要我帮他捂着眼睛，请您解剖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儿。他还怕冷，刚入冬就闹着要穿羽绒服。我再也说不下去，以头抢地，泣不成声。我求求你们，为他伸冤！我求求你们！老法医跪在我身边，把我颤抖不止的双手紧紧握在手里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还孩子一个公道，绝对会让凶手付出惨重的代价。然而我抱着儿子的遗像等来的消息却并不尽如人意。经过法医鉴定，常帅并没有动手，动手伤害我儿子的人是那个小畜生常凯。可是常凯却没有满14周岁，所以按照法律，他竟然不用接受刑事处罚。常帅在看守所里待了不到1个月就出来了。出来那天，他竟然来到我家，试图跟我谈和解。陆枫，反正现在你儿子也死了，小凯还小，根本不会判刑。你签了谅解协议，我给你钱，咱们不是双赢吗？而妻子竟然也在旁边帮腔。是啊，陆枫，这都是意外，小孩子之间下手没轻重，
小凯也不是故意的。咱们现在如果真的抓着不放，小凯留下案底，就再也参加不了拳击比赛了，那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？我难以置信地转头看向妻子，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当妈的人说出的话。齐越，你儿子被人活活打死了，之后还冻在冰柜里，你竟然还替人家说话，你的心被狗吃了吗？你是人吗？我猛地甩掉齐越拉着我胳膊的手，冲上去紧紧掐住了常帅的脖子。你做梦！我绝对不和解！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，给我儿子陪葬！常帅被我掐得直翻白眼，还是齐越在一边使劲掰我的手，才让他挣脱了。常帅逃到门口，鄙夷地看了我一眼。就算你不谅解我，也有的是办法把我儿子捞出来。陆枫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眼睁睁看着你那个孬种儿子被打死的。他死之前还一直叫着爸爸救我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儿子一拳一拳把他的牙全都打掉了，打到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能怎么样？等我儿子出来，照样得冠军。走着瞧吧。我看着常帅大摇大摆离开的背影，一颗心疼的几乎喘不过气来，眼泪难以遏制的顺着眼角流下。为了小南的案子，我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公安、律师、检察院。我不甘心，不甘心我儿子就这么白白死去，不甘心那个小畜生逍遥法外，得不到任何惩罚。可是每个地方给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。常凯没有超过14周岁，即使他真的是个畜生，即使已经确定了他就是害死我儿子的凶手，他也依然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当时出警的老民警内疚地劝解我：兄弟，看开些吧，千万别做傻事。我低着头沉默着。我不知道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失去我最爱的儿子，这种事要怎么看开？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找，继续告。只要小南的尸体一天不火化，那就是常凯暴力杀人的证据，我就还有一线希望。我抖着手拨通老法医的电话，想问问具体的尸检结果，可是老法医却诧异道：陆先生，您太太刚刚已经把孩子领走了，说你们不找了，不告了，要让孩子入土为安的呀，怎么您不知道吗？我的心随着老法医的话瞬间彻底结了冰。我疯狂地拨打着妻子的电话，可是电话根本无人接听，我几乎绝望了。身边的老警察却面色沉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兄弟，手机信号在松山殡仪馆。我睁着模糊的泪眼，感激地看向为我坏了纪律的老警察，然后转身狂奔出门。即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松山殡仪馆，也已经是近1个小时之后了。我发了疯似的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一个家属等候室里看见了妻子。我几近癫狂地冲过去，狠狠握住他的肩膀：齐越，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呢？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？齐越面色慌张，用力推拒着：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放开我！突然，等候大厅里的广播朗声道：请76号陆之南的亲属到8号窗口领取骨灰。妻子的脸色在这个瞬间变得极度恐惧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绝望地看着他，轻声呢喃：你把他火化了。妻子眼见事情已经无法掩盖，崩溃地哭着大吼：是，可是我还能怎么样？我都是为了小南好，孩子已经死了，他死得那么难看，难道你还想带着他到处找到处告状吗？小凯跟我说他跟小南发生了口角，一时冲动2个人才打了架，小南是意外走的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怎么做？难道非毁了小凯的一辈子不可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自私？我自私？我看着面前没有一句人话的妻子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儿子被殴打虐待致死，我为了给儿子伸冤操碎了心，可到头来，儿子的亲生母亲不但不帮我，还说我自私。仇恨涌上我的眼睛，刺激的眼泪簌簌流下。我伸手猛地掐住了妻子的脖子，畜生，畜生！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我今天就先掐死你，再去杀了那对父子，给我儿子陪葬。妻子很快被我掐得只有进气，没有出气，一双眼睛翻腾的只剩眼白，拼命拍打着我的手臂。身旁的几个围观路人连忙冲上来拉开我，妻子被解救下来，惊恐地看着我：“你疯了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真的疯了！”妻子说完，拼命往门外跑去。我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来到8号窗口前，抱起了儿子的骨灰。一股按捺不住的杀意在我的心中成了形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公理，那我来做公理。如果法律真的制裁不了杀人凶手，那就由我来制裁。果然1个月后，因为尸体已经火化，没有关键证据，外加齐越的谅解，常凯被常帅用一大笔钱捞了出来。不过这正合我意，我寸步不离地跟踪着这对父子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饭店里大放厥词。常凯那个小畜生满脸的得意与恶毒，我就知道那个孬种的贱命不值钱，我杀了他就跟杀一条狗是一样的。常帅竟然颇为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对，咱们小凯可是要当全国冠军的人，怎么可能被那个杂碎的死影响？今天咱爷俩好好喝一顿，明天继续训练。”我冷冷地看着这2个人推杯换盏，你来我往的喝了一通大酒，直到后半夜才歪歪斜斜地搀扶着走出饭店。常帅进门之后就锁好了门，可我早已经做好准备，配好了拳击馆的钥匙。午夜的拳击馆静悄悄的，我提着铁棍，顺着常帅的声音找到了浴室。果然，常帅正迷迷糊糊地站在镜子前洗脸，泡沫盖了满脸。我轻声走过去，然后猛地扬起手中的铁棒，照着他的后脑狠狠打了下去。常帅一声都没来得及吭，就闷声栽倒了下去。我掏出准备好的绳子，动作迅速地把他拖出去，绑在了拳击台上，然后拧身回去，来到了那个小畜生的卧室门口。门里正传出一阵嚣张得意的笑声：“哈哈哈哈！你没看见那个视频吗？我发给你。当时我被他牙一颗一颗都打掉了，他还包着嘴，跟老太太似的，一遍遍求我。为了不让我拔他指甲，甚至跪在地上给我舔鞋。那个废物真是我这辈子的笑点。他爸跟他一样，也是个孬种。他妈那个贱女人把他给火化了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”怒火顿时冲上了我的脑袋。儿子惨死至今，这个小畜生根本没有丝毫悔意。我捧在手心里的儿子，在他眼里就像一只小猫小狗，随时可以虐待残杀，甚至在死之前受到百般凌辱。我攥紧了手里的铁棒，伸手轻轻推开了门。正躺在床上跟人发语音的常凯看见我的瞬间，顿时变了脸色，惊恐地尖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爸爸，爸爸救我！”我死死盯着他，低声笑了：“别怕，我这就让你们爷俩团聚。”我把小畜生逼到墙角，无视他惊惧的面孔，一棍子下去，狠狠打在了他的腿上，腿骨应声而断。常凯顿时发出一阵杀猪似的嚎叫：“啊！救命！好疼！救命啊！”可是拳馆里此刻只有我们3人，他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单手掐着他的脖子，拎狗似的把他拎到了拳击台上，跟他父亲一样绑了起来。他的惨叫声终于吵醒了昏迷的常帅。常帅在看见他儿子的瞬间彻底崩溃了：“陆峰，陆哥，我们错了，
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给你磕头，我们赔钱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常凯这个小杂种此刻也终于害怕了，嚣张的气焰半分都没有了，一边惨叫一边哭着求饶：叔叔，我是一时糊涂，看在我还小的份上，您饶了我吧。叔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，低声问道：当时小南也是这么求你们的吧？你们饶过他了吗？说完，我伸手拿起搭在旁边的拳击手套，戴在了自己手上。我最后转头看了一眼常帅，你不是经常让别人给你儿子当陪练吗？我现在就让你尝尝儿子给别人当陪练的滋味。说完，我抬起手，一拳拳狠狠砸向小畜生的脸。不要，求你啊！不要打我儿子，我杀了你！常帅目眦欲裂，癫狂地嘶吼着。可此刻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他此刻的绝望和痛苦，甚至比我当时在视频里看见小南挨打还要浓烈，而这正是我要的。几十拳下去，常凯的牙已经全都掉光了。他从一开始的大声惨叫，变成了后来的无声无息。因为牙齿脱落，他的嘴歪歪斜斜地张着，嘴里不停地流出血水。常帅以头抢地，还在求饶：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杀了我吧，饶了我儿子，他还小，你饶了他吧，他还小。我掏出背包里的钳子，轻声笑了。他还这么小，就会拔人指甲，长大了还得了。我这是帮你教育儿子。随着我话音落地，一枚指甲被我狠狠钳了下来。常凯发出一声不似人的嚎叫，浑身都疼得抽搐起来。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。最后，我掏出刀，当着常帅的面亲手插进了他儿子的心脏，结束这个年少的刽子手血腥的一生。常帅死死盯着我，精神已经不正常了。你这个疯子，你疯了！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我是疯了，我是被你们逼疯的。真正逼疯你的是齐越！常帅绝望地大叫着，谁让他非要上赶着贴过来？我和我儿子都瞧不起他，他非要把你儿子送过来挨打。那个贱人是个脑残，白痴！我稍微说一句，我儿子当着他的面哭2声，他就把你儿子的尸体火化了。那个贱人才是罪魁祸首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？突然，我身后传来了一声低低的质问：常帅，原来我在你们父子眼里是白痴，是贱人，是脑残。我转过身，发现妻子正站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常帅。你说那个视频是拍段子，我信了。你跟我说小南的死是意外，我信了。小凯哭着求我说让我救救他这一生，我也信了。我这样全心全意对你们，可你们竟然一直都在骗我。原来真的是你们虐待死了小南，你们究竟把我当成什么？妻子一步步走近，她的眼里爆发出疯狂的光。电光火石间，她猛地抢过了我手里的尖刀，狠狠插进了常帅的小腹里。啊！常帅一声痛呼还没完，妻子的下一刀再次捅了进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？妻子痛哭嘶吼着，不知捅了多少刀，直到常帅已经血流如注，肠子流了一地，再也没有了气息。妻子转头看向我，眼神中充满了铺天盖地的绝望。我知道，其实最该死的是我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是我亲手害死了小南。我不配做一个母亲。我沉默无声地看着他，不置一词。妻子悔恨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，紧接着他手起刀落，用那把给儿子报仇的尖刀狠狠插进了自己的身体里，之后重重摔在了拳击台上。妻子身体里的血汩汩流出，跟儿子已经干涸的血迹融在了一起，
冥冥之中像是一段令人撕心裂肺、痛不欲生的孽缘。我转过身，没再看他一眼，身后断断续续传来了妻子最后的一语：“小南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给你报仇了。”我推开了拳击馆的门，在第一缕阳光落地的时候，拨通了当时出警的老警察的电话：“刘警官，我在拳击馆。”我只说了一句话，老警察就顿住了。长久的沉默之后，老警察哽咽了一声，叹了口气：“兄弟，我去接你。”我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刑拘，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。法庭宣判的时候，我很平静，我没有什么遗憾，也并不后悔。当初我迈出这一步，就已经做好了赔上这条命的打算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一审判决后，一个记者把我和小南的事情报道了出去。网络平台上那个视频再次被翻了出来，在网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时间爆料者层出不穷。这个常某在学校的时候就霸凌同学，经常殴打陆某。我看过不止一次，杀了这种人，难道不是替天行道吗？未成年保护法难道保护的是杀人犯吗？天哪！视频里的男孩好惨，将心比心，要是我儿子，我恐怕只会做得更狠。同时，曾经被常凯殴打过的孩子的家属也集体签署了请愿书，他们集合起来站在法院门口。这个的孩子被打断了肋骨，那个的孩子被踢折了鼻梁，甚至有的落下了终身残疾。家长们流着眼泪，高声痛呼着，请原谅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父亲。法院迫于舆论压力，二次审判的时候，把死刑立即执行改成了缓期执行。由于我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后来逐渐改成了无期，之后又改为了13年有期徒刑。13年，换我13岁儿子的一条命，值了。二审判决下来的那天，刘警官给我送来了妻子的死讯。妻子在 ICU 坚持了很多天，终于还是没能挺过去。我听后默默良久，即使他已经死去，我也并不想原谅他。他所做的一切给小南带来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刘警官知道我的心事，并没有劝我太多。这些年，他经常来看我，他总是说，如果他再努力一点，或许我就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但其实不是的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把小南从冰柜里抱出来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定了我要走上这条不归路。好在如今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小南，爸爸给你报仇了，答应爸爸，下辈子咱们还做父子。下辈子，爸爸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我抬起头，远处的晨辉中似乎站着一个单薄的少年。少年看向我，开心地笑着，露出2个可爱的小虎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